荷兰在17世纪之前只是西班牙属地尼德兰的一个省，今天的比利时、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曾经都是它的一部分。尼德兰也曾经是西班牙的经济支柱之一。16世纪末，尼德兰北方省组成联省共和国，其中荷兰最大。荷兰一边向外殖民，一边从事海上贸易。慢慢的，他发现海上贸易赚的钱是向外殖民的好几倍，就把重心转向了海洋。做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自己可以垄断海上事业，从造船到航运，没有一个比他强的。不少国家放弃自建船只来购买荷兰的。到17世纪上半叶，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。基于强大的国力，荷兰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。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荷兰的现代海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荷兰皇家海军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488年，也有人认为是荷兰和西班牙的80年战争建立起来的。在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后进一步扩大，在当时是最强大的海军部队，曾经在爪哇和马六甲海峡2次打败了葡萄牙舰队，几乎垄断当时全世界的海上贸易。后来还积极参加拿破仑战争。在1815年和比利时卢森堡成立荷兰王国。在1830年的时候，比利时脱离了出去。1848年成为君主立宪国家，一战中保持中立，二战中先中立后挨打。在1940年被德国军队入侵，王室和政府迁往英国，成为流亡政府。在此期间，荷兰皇家海军加入了盟军。在荷兰被纳粹征服后，海军司令部也迁往了英国伦敦，同时将小股部队留在了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等地，辅助运输任务。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也有他们的身影。在二战时损失巨大，在保护荷属东印度期间最为惨烈。在爪哇海战中，多艘战舰沉没，上千名官兵阵亡。在1942年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的时候，荷兰皇家海军在亚洲的部队几乎全灭，损失舰船20艘以上，阵亡2500名左右官兵，也有惨败，当然也有胜利。驻扎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潜水艇小队在当地击沉了不少日本舰船，而且毫发无损。二战结束后，东南亚大变天，荷属东印度在日本投降2天后建国，印度尼西亚正式成立。荷兰本来想等日本投降了，自己再恢复殖民地的统治，现在被抢先一步，肯定不会轻易就范。于是两国开战。经过4年的战争后，荷兰战败，被迫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，把皇家海军迁往新几内亚。而印度尼西亚决定趁你病要你命，在1962年进攻荷属新几内亚，并将其吞并成为自己的一个省。荷兰无奈将海军迁往本土。后来荷兰加入北约，1955年华约组织成立，东西方的军备竞赛加剧，荷兰皇家海军成为北约的常任军队。现在的荷兰皇家海军有10500人左右，其中还有2000名左右的海军陆战队，下属单位有海军中队、潜水艇服务部、水雷探测及清除服务部、水陆侦察部、海军航空部、皇家海军陆战队、海岸警备队、加勒比海岸警备队，拥有2艘船坞登陆舰、2艘联合支援舰、4艘7省级护卫舰、4艘荷兰级巡防舰、2艘卡雷尔多尔曼级护卫舰、4艘海象级潜艇、10艘扫雷艇和大批的辅助舰船。除了各种舰船外，还有20多架 NH-90 直升机负责执行航空任务，其中12架是护卫舰直升机，8架是运输直升机，还有156辆 BV-206S 装甲全地形车和各型车辆。其他装备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。荷兰皇家陆战队是荷兰皇家海军下属的最重要的作战力量，目前约有2000人以上，可以在42小时之内部署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执行任务。它成立比较早，属于陆战队中的老资格了。在1665年12月，第2次英荷战争期间就已经建立了。当时的荷兰首相约翰·德维特下令创建。在这支海军陆战队前面还有4支建立的比他早的，分别是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国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。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队也经历过多次的解散重组。现在的荷兰海军陆战队创建于1814年，在1817年正式使用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名称。直到今天，成立至今，无论是早期欧洲的大国争霸，还是后来的2次世界大战和近些年的国际维和行动，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不过如今规模并不大，主要战力是2个营级单位，2个单位中包括了捕获中队、突击中队、伞降突击中队、战斗支援中队，其中1个单位还有着陆战队的总部中队。
每个营差不多有700多号人，在捕获、侦察、监视战斗任务不是很重的中队里有85人以上，其中包括一个侦察小队、一个无人机小队、一个狙击手小队、一个迫击炮小队和一个低空防空小队。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全面的。突击中队包括指挥官在内有108人，梁山好汉了，属于是。中队中有3个突击排，一个排里面2个班，一个班16个人。战斗支援中队有114人，有一个突击工兵部队，一个反装甲部队，一个装甲全地形车部队。在这3个小队里边还进行了细分，定点救援突击中队，还有一个支援部队是医疗队，有171名队员，提供医疗和后勤支援，具体任务就是保障情报后勤。除了这些，还有一支海上特种作战部队，一个水面突击训练集团，一个舰载支援集团，一个步枪连。其中海上特战队是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精英单位，各国只要提到特种部队就没有不是精英的，这东西太烧钱，不精英等于送死。特战队分为4个中队，分别是反恐部队、传统中队、训练中队和支援中队。反恐部队分为2个小分队，传统中队和反恐部队没啥太大的区别，不可能这边有那边训练不到的东西。反恐部队只对付恐怖分子就不打仗了。在传统中队中，里边一个专精于水下作战的小队，另外一个是专精于山地作战的小队。训练中队和支援中队就没那么麻烦了。荷兰海上特战队是荷兰参照英国的 SBS 特别舟艇中队组建的，把荷兰陆战队以前的山顶侦察排、干预部队和蛙人部队整编，再进行特战训练精选出来的。陆战队的舰载支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海上作战后勤支援，只有1个连的人。陆战队步枪连有150多人，主要负责对荷兰安地列群岛进行安全防卫。陆战队的训练选拔先看学历，其中作战部队主要是男性，女性队友主要在后勤部队。由队员本人提出申请后，要经过大半年的初级训练，在鹿特丹的训练中心展开，包括体能训练、精神训练等，最终只有1/3的人才能通过选拔。通过选拔的候选人被授予深蓝色贝雷帽，分派到陆战队的各个部队，成为陆战队指挥官的也是需要申请的，而且都是荷兰军队内部人员。候选人要先经过18个月的广泛军官训练，这18个月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海军陆战队的基本技能训练，大概10周；第2阶段实习，带着一个8人的小分队，时间为2个月；第3阶段是挂实习牌子，开车上路，指挥一个满员的陆战队分队。在此期间，还有接受陆战队骨干和英国陆战队骨干的交叉培训，老油条应该最喜欢这种了。指挥官候选人在完成这3个阶段后，还要接受皇家海军学院为期半年的全面军官训练，完成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海军陆战队军官。荷兰海军有着光辉的过去，但是在冷战结束后也缩编了。现在的海军陆战队也不是独立行动，而是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一起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